大家好，我是奥米。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一年周期与投资理财。根据长期的观察，我发现房地产市场存在着明显的季节性波动。一般来说，一年年底的时候和一年开头的时候，也就是12月和1月前后，和年中夏季的7、8月份，容易出现一年内阶段性的房价低点。上半年春季的5、6月份和下半年秋季的9、10月份，容易出现一年内阶段性房价的高点。通常来说，5月份的价格高点又会比9月份的价格高点略高一些。画出图来大概就会是这样。房地产一年周期在北美的加拿大和美国的各大城市都是广泛存在的。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根据自己城市的实际情况去好好的研究一下。我相信这张图对于你把握一年内房地产的买点和卖点会非常的有帮助。房地产一年周期它的这个波动形态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往往会依照每年具体情况的不同而有一定的变化。以加拿大房价最贵的城市大温哥华为例，2019年大温独立屋基准价格的走势图就是这样。2019年5月和8月分别出现了预计中的阶段性价格高点和低点，但是这一年理应在年初1月出现的低点和9月出现的高点却往后错了2个月，分别在2019年的3月和11月出现。额外提一下，上面图中的数据是我根据飞沙局和大温局的数据，按照它们的权重进行综合计算的结果。房地产一年通用周期在实际的应用上是会出现一定的变化的。一般来说，年初或年中的价格低点和5、6月份的价格高点往往都是会出现的，但是年中7月份的价格低点和9、10月份的价格高点却不一定保证会出现。像这样的一个变体通常会在房地产大熊市当中出现。如果画成图那就是这样。我们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今年，也就是2022年，房地产一年通用周期在大温地区就是以变体1的形式出现的。这是今年前11个月大温独立屋基准价格的走势图。从图上可以看出，1月的阶段性价格低点是正常出现的，本该5月出现的阶段性价格高点提前至4月份出现了。但是由于受今年房地产大熊市的影响，从4月开始，大温的房价就进入了单边下跌模式，至今已连续下跌7个月。连续下跌这么长的时间，在近20年都是罕见的。所以本该在9、10月份出现的金9银10房地产小高峰，只是造成了跌幅放缓，并没有扭转整体走熊的大趋势。当然，房地产一年周期波动图在实际应用上还会有另外一个变体，那就是年底或者年初的价格低点和5、6月份的价格高点依然会照常出现，但是在5、6月份的价格高点过后，只会在7、8月份进行一个小幅的调整，或者干脆不做任何调整，直接上涨到年底。如果画成图那就是这样。我们同样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去年，也就是2021年，房地产一年周期波动图在大温就是以变体2的形式出现的。如图所示，2021年大温独立屋的基准价格1月份的阶段性价格低点是正常出现的，本该5、6月份出现的阶段性价格高点也如约在6月出现。但是由于受到2021年房地产大牛市的影响，大温的独立屋均价在8月份只是简单回调犹豫了一下，就直接上行，过了9、10月份之后也趋势不改，直接涨到了年底。这就是房地产一年通用周期波动图和它的2个变体，分别代表了房地产市场在一年周期当中进行变化的3种典型情况。第一种情况那就是平衡式，第二种情况那就是单边上涨，或者说叫做牛市，第三种情况那就是单边下跌，
或者说叫做熊市。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好好研究一下这3张图。我相信掌握好这3张图，对你进行房地产投资会有很大的帮助。以美国股市为例，如图，我统计了道琼斯指数127年的历史。我发现在一年当中的7月、11月、12月，道琼斯指数的上涨概率是最高的，分别为 62.99%、62.20% 和 74.60%， 而6月和9月上涨概率是最低的，分别为 46.46% 和 43.31%。这意味着，如果你是一位美股投资者，如果在4月的时候卖出，然后在6月买入，同时又在7月卖出、9月买入、11月、12月的时候卖出，往往会获得不错的收益。下面呢，我们来举一个例子，我们就以今年2022年为例，来看一看道琼斯指数的一年周期波动图是如何进行具体应用的。大家都知道，2022年对于股市来说是一个大熊市，但即使是这样的大熊市，我们仍然有可能获得比较好的盈利机会。比如在7月和11月这2个上涨概率较大的月份当中，就出现了重要的反弹；而在6月和9月这2个一年当中上涨概率最小的月份，则出现了今年排名前2名的巨大月跌幅。其实除了美股之外，一年周期在世界各国的股市当中都是广泛存在的。比如中国股市同样存在着在一年之内周期性上涨和下跌的现象，但是呢，中国股市的规律却跟美股有着很大的不同。中国股市有着自己独特的规律。我们就以上证指数为例，如图，在中国股市32年的历史当中，2月、11月的上涨概率是最高的，分别为 78.13% 和 65.63%， 也就是俗称的春季行情和基金年尾排名行情。而7月、9月和10月的上涨概率是最低的，分别为 46.88%、46.88% 和 40.63%。这意味着，如果你打算在中国股市进行投资，那么你在12月和1月的时候考虑买入，在2月的时候卖出，然后又在9月或10月买入，接着呢在11月卖出，往往会获得不错的收益。当然了，任何的东西它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道琼斯指数和上证指数的一年周期波动图只是给出了在一年当中每个月上涨的概率，而并非给出了每个月必定会上涨或下跌的答案。在具体的应用当中，我们还应该结合当时股市具体的基本面、资金面、技术面和消息面的情况来进行整体的综合分析，这样才有可能获得更高的回报。这个呢，是我们之前总结的房地产一年周期波动图和美股的一年周期波动图。如果我们把它们放在一起仔细比较，就可以发现两者存在跷跷板现象，它们的峰值和低谷总是交替出现。假设有一个人，他叫小明，他是一个能够进行完美操作的投资者，那么理论上他可以在一个完整年份的1月买房，然后在5月、6月的时候呢卖房，同时买股，然后再到7月卖股买房，到9月的时候卖房买股，最后到年底的时候卖股。第2年的时候呢，他再进行这样周而复始的操作，就可以在短时间之内获得高额回报，积累大量的财富。当然，由于房地产的买卖通常需要1到3个月的时间，所以小明的这个极限操作只在理论上存在。但是呢，假如有类似于小明这样的精明投资者，如果能够在1年之内把握好1到2次房市与股市之间的联动机会，那么他同样有可能在短时间之内积累大量的财富。为什么在1年之内股市和房市会呈现出跷跷板现象呢？我想呢，在资金逻辑上大概有以下4点前后相乘的关系。第一点呢，那就是在一个固定的时间之内比如说1年之内，
整个市场上的资金呢，它通常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也就是说市场上的资金总量是一定的。第二个呢，那就是房产和股票呢，通常是我们个人投资者最常采用的理财方式，大家往往会在两者之一进行选择，然后作为我们主要的投资方向。第三个呢，就是在一年当中房价高点的时候，往往会伴随着房产的大量成交，这样呢就会给整个市场带来增量资金。由于这时候股市往往处于一年中的低位，因此由于房产交易而带来的增量资金就会大量的进入股市，推高股指。同时由于资金从房市大量流出了，所以呢房价就会下跌，随后出现低点。同理，当股指高位的时候呢，大量的股票也会成交，这样也同样会给市场带来增量资金。由于这个时候房价往往处于一年中的低位，因此由于股票交易而带来的增量资金又会大量的进入房市，推高房价。同时由于资金从股市大量流出，又会使股价下跌，随后出现低点。这样呢，股市和房市的跷跷板效应就形成了。第四点，在一年当中资金交替进入股市和房市，使得股价和房价交替出现高点和低点，又会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两者价格的高低点轮替出现的现象，使得房市和股市的跷跷板效应得到强化和巩固。以上就是我要讲的一年周期和投资理财的关系。因为我们大多数的个人投资者主要的投资方向呢是股票和房产，因此我们的话题呢也主要围绕着这两者展开。关于一年周期的投资理财我们谈到的主要内容有：第一个，那就是房地产的一年周期通用波动图和它的两个变体，分别代表了房地产在一年周期当中进行变化的三种典型情况，那就是平衡市、牛市和熊市。第二点呢，我们还谈到了股市的一年周期波动图，主要谈的呢是美股和中国 A 股的一年周期波动规律。第三点呢，我们还谈到了股市和房市之间的联动关系。以后呢，我还可能会制作新的视频，对上面内容呢展开更加深入的分析。在下一个视频当中，我会聊一聊4年周期和投资理财之间的关系。欢迎大家收藏、点赞、分享我的视频，朋友们再见。